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币圈不倒翁频道，我是 Andy 哥。今天视频是 Andy 哥开始做视频以来认为含金量最高的一集，希望大家有耐心的看完，相信在未来的交易之路对你有很大启发。已经入群准备开始使用 Andy 哥的自动交易策略小伙伴，务必仔细看完本集。还在摸索交易如何获利，还很困惑的人，今天内容也很适合你。老伙伴直接点一波赞，第一次看视频的，也希望你点起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右上角有连结，可以看一下安迪哥之前发表的策略。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。前两天，安迪哥看到了一个 YouTube 主播的视频，这位主播也是技术流派为主，主要交易的是股市。他这集视频不讲技术，不讲分析，讲的主题是境界。哈，交易就交易，讲啥境界啊？内容对我这交易老手看了之后很有感触，本来我也想做一集相关内容给币圈的小伙伴。下面内容是揭露这位老猫主播对交易者交易之路的分级，由安迪哥转述这一段。交易和很多事物一样，是有级别之分的，很多交易者最终都卡在了第5层。那么你的交易在第几层？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技术交易的各种境界。老猫自08年经济危机开始交易，到现在可谓10年一梦。虽然不是职业交易员，但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把交易当做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只要是交易所开门的日子，每天或多或少都会花时间看一下盘面。只要掏出手机有网络，都会下意识第一时间看一下最新的行情，手上有没有单子都是如此。根据老猫自己的经历，认为交易一般分为以下9层境界。第1层境界，无知无畏。刚进入资本市场的菜鸟满怀激情，雄心勃勃，大多带着一夜暴富的目的，一头扎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然后用自己能理解的方法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很快尝到了新手运带来的甜头。由于钱来的速度非常快，比自己的工资和上班时花费的力气快乐不是一个次元。交易的时候，甚至让自己的肾上腺素都开始飙升起来，开始幻想暴富后的日子。然后很快进入第2层境界，因小失大。由于新手运带来的收入，让自己莫名开始相信自己的实力，并加码投入本金，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。但很快发现，用一模一样的方法，虽然偶尔能赚一点小钱，但开始不断的亏大钱，靠运气赚来的钱，最终被自己的实力输出去用不了几次，交易本金也亏得七七八八。情绪随着亏钱的金额不断加大，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起来。接下来进入第3层境界，痴迷捷径。这个阶段发现自己的方法并不能赚钱，不断的亏损让自己非常痛苦，开启了回本之路，寻找新方法。既然自己不行，为什么不去找一下高人？开始研究专家的分析，或者直接无脑跟单，又或者搜寻各种高胜率能够快速赚钱的方法。折腾一圈之后，人就在亏钱，自己慢慢感觉交易里的钱似乎并不好赚，亏掉的本钱也很难再拿回来了。随后进入第4层境界，学无止境。当自己并不甘心就此黯然离场，发现依靠别人根本不可能赚钱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了各种学习类的视频或者书籍，突然发现了新大陆，原来交易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，并开始研究 K 线、各种指标，尝试各种交易方法。交易策略、技术交易和价值投资一个都不能少。开启疯狂的学习模式，发现自己居然这么无知，尝试操作基本面、政策面、消息面，时刻关注新闻时事，遵守每一个非农数据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信息。又或不断尝试新的指标，一会短线日内，一会长线趋势和波段，恨不得18般武艺全都学一遍，然后都是一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己不断尝试新的指标、新的方法，但仍旧无法赚钱，慢慢从一个新韭菜，活生生被割成一个老韭菜。第5层境界在此迷茫。当自以为学到了各种能赚钱的方法，例如各种指标、股票的估值、宏观趋势的解读、风险的控制，甚至已经有一系列完整的交易系统，结果仍旧无法稳定赚钱，于是再次陷入迷茫。明明自己都这么努力，花了这么多时间，
为什么学来的东西跑到实盘里根本不能赚钱？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之后自己开始自我反省，慢慢开始沉淀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但仍旧一头雾水。第6层境界初见曙光，随着不断学习和摸索以及实战，隐隐约约开始找到了自己亏钱的各种根本原因。例如发现在第4层学到的东西都只是在依葫芦画瓢，根本不理解其本质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当再次回看同样的指标、同样的交易方法、同样的策略时候，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视角，不再叠加指标，不再迷信任何策略，不再相信任何高胜利之类的捷径，不再憧憬能找到圣杯，并把自己能彻底理解的方法不断实盘练习。心态也开始慢慢的变得平稳，不再期望能暴富，渐渐的稍微开始能控制自己的贪婪和恐惧，从而不再去追求抄底摸顶，开始接受和面对每一次的亏损，并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，摸索和匹配符合自我的交易方法，用来不断形成和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，能控制自己的交易情绪，学会了控制仓位和风险管理。一段时间后，慢慢的，虽然有可能没有赚到大钱，但重大的亏损已经不会出现在自己的交易里，交易之路上似乎出现了一道曙光。第7层境界知行合一，随着不断对自己交易系统的改进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交易规则，从最开始的无知无畏，变成对市场的有滋有味，不断继续学习和实践，不断累积盘感和实盘经验，对市场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，并能很好的制定和执行每一次交易计划，做到知行合一，不再被自己的情绪以及各种消息面左右，不再过度交易，只在自己认为最佳的位置出手，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态，不让上一次的交易产生的负面情绪延续到下一次的交易里。制定交易计划的时候，设置合理的目标，控制好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，计算好仓位，一旦开仓绝不再调大止损，慢慢的交易亏亏赚赚，账面开始回血了。第8层境界大道至简，经过持续不断的实盘交易，开始发现很多自己交易系统里的指标和规则似乎有点繁琐，开始对自己的交易系统再次升级，化繁为简，不再需要非常复杂的逻辑，只需要非常清晰和简单的几条规则，看盘不再需要大量的时间，慢慢的开始扩大盈利的同时，继续保持控制风险的能力，交易变得不再是有压力的事情，而是一个非常平静的过程。第9层境界万法归一，一路走来，虽然自己不断成长，但是市场总是起起伏伏，行情不好的时候，股神也不能幸免，没有谁是永远的赢家，其中的滋味冷暖自知。大彻大悟之后，自己开始理解交易的本质，开始探索人性的本质，万法归一，不再纠结任何交易方法，因为了解了本质，根本不需要再纠结表象，交易变成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，开始享受每一次交易，交易成为一件令自己愉悦的事情。以上就是老猫认为的9层境界。OK， 以上是 Andy 哥截录了老猫的原视频的重点部分，视频下方说明栏有老猫这一集的播放连结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版，也可以关注老猫。我认为老猫是个技术流派还不错的主播，虽然老猫的主力交易不是币圈，看他的视频应该不会剑走偏锋，当然就更不会是之前 Andy 哥口中说的阿猫阿狗都能在币圈当老师。此老猫绝对不是那些阿猫阿狗哈，虽然老猫跟 Andy 哥都属于技术派流，但是在实战的手法风格应该是略有不同。看完老猫的9层分类法，你属于第几层？底下留言分享一下哈。接下来Andy 哥简单讲一下个人的经历跟看法。1996年台海危机那年买了第一张股票，超级小白的我在崩盘前没多久花了我大概3-4个月薪水，跟上面老猫讲的情况有点类似，初出茅庐的小白就开始做发财梦了，没1-2礼拜就被扒醒了，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当时根本没有手机电脑可以看盘，要看即时价位就看电视，看昨天价位就看报纸，跟现在比起来简直是石器时代。
所以接下来亏损被收割也是理所当然，心有不甘，坚持下来，开始拜师学艺。其实也就是又搭上另一条被收割之路，又花了好几万去跟所谓的老师，还跟了2个，妈的根本不是电视上讲的那样。于是省吃俭用存了1-2年的钱又败下阵来。后来电脑跟网络比较普及，我又发现了天堂，电脑上有各种指标，于是开始疯狂的钻研。天生对数字超级敏感，自带数学逻辑降世的我，一堆数字怎可能难倒我？于是又展开了新征程。果然，在台指期跟选择权大有斩获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把失去的找回，又存了第1桶金。中间各种指标、各种操作，感觉无往不利，终于灾难随之降临。由于仓位控制不当，一波崩盘，我也几乎全军覆没。在这之前，我只算是个业余韭菜，接下来进入了半职业选手状态，带着前一波被痛击的伤口跟雄心壮志，又奔赴沙场，改变战法，学习程式交易，制定策略，终于又把失去的一步一步夺回来。安迪哥是2017到18年接触币圈，当时交易环境跟现在没法比，靠着挖门罗币 XMR 累积了一些筹码，交易就是现货不同币种之间搞来搞去，也没有合约，币交易其实有点无聊。后来在走熊的半山腰出清变现离场，中途休息了一阵子，刚好也躲过前一波熊市最惨的阶段。不过我还是经常会打开 APP 来看一下币价，在牛市启动之后，我也又进场，一直到现在。直到大概半年前，我才想到规划城市自动交易，终于农历年前展开了所有的工作。因为我很多策略是靠人工单无法执行，大家也知道币圈是个24小时不休息的市场，人怎么可能不休息一直盯盘下单？工作如此进展顺利，也要特别感谢群里面信任安迪哥的小伙伴，有你们支持跟催促，我比较有快速推进的动力。特别是参加公测的5位小伙伴，一起参加实盘测试，有经历过实盘测试的自动交易策略才能上战场。接下来安迪哥要总结一下今天视频想传达的重点，已经购买策略跟准备要买策略的小伙伴，务必看完今天的内容。安迪哥已经将超过25年的交易精华编辑成自动交易策略，这并不代表你们每个使用的人都能如预期赚得盆满钵满。我常说币圈是个对小白韭菜特别不友好的环境，简直是个韭菜榨汁机，稍有不慎就能直接 GG。加入币圈不倒翁家族，应该可以降低很多几率掉进坑里。我会经常在群或是视频用数据告诉大家数据背后的坑，但是我没办法控制你们的手要不要伸进去，你的盈亏数字还是决定在你的手上。我昨晚要睡觉前在想这篇稿子，脑中忽然闪过一句话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简单意思就是，如果你的德行跟你的身份地位不配，通常会遭受灾殃。安迪哥自己写了一段下联：库不配财，必遭灭顶。意思是财富来得太猛，如果你没有金库适当的存放，一定会被淹死，迷失自己，或是又灰溜溜的吐出去。我讲的金库不是指实体的金库，是指能不能驾驭或使用这些钱。有些人本身就不具备驾驭大钱的能力，就算中了乐透也无福消受，就像没有一个坚实的水库，天降大雨也承接不住。这些降下的雨水只是路过，雨水来得太大太猛，不但不能为己所用，还要导致土石流，伤及无辜。所以各位有幸用此工具，除了要准备相应的本金，也要准备相应的库来承接。有悟性的人应该能听懂安迪哥想表达的意思，要是听不懂的话，建议多在群里找人交流，或是找安迪哥交流。币圈凶险，保护好自己。再一次推荐安迪哥给大家准备的音乐，在右上角有连结，或是到视频主页找一下。当你心情不定、思绪不平的时候，打开来听特别好，或是睡前跟冥想的时候听也有神奇效果。今天的内容没有讲任何策略使用跟技术分析，这些都是属于招式，今天讲的纯粹是内功心法。不具备够强大的内功，有再多的招式也发挥不出效果，甚至出招的时候产生怀疑，半途而废。调整好心态，具备抗压能力，才能更好的发挥这些工具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不倒翁策略 1.0 上线在即，希望使用的小伙伴都能得心应手。
加密货币是高风险投资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，应做好各种适当之研究及调查。本集先更新到这里，希望看到这边的小伙伴能给安迪哥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各位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，让我们一起在币圈努力当个不倒翁。